大家都知道，多肉植物上盆前修根很重要。修根的目的主要有两个：一、方便发新根；二、方便上盆。但是具体应该怎么修根，修根修到什么程度，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清楚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花花喜欢多肉，喜欢园艺，乐于分享成功和失败的养护经验。如果你喜欢花花的内容，不要忘记订阅哦。我们买回来多肉，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上盆。那么上盆前都不能缺少一个步骤，就是修根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系统的学习一下多肉植物怎么修根。一、比较柔软的须根系。有很多须根系的多肉植物，根系虽然非常发达，但是一旦脱土后，基本都是团在一起，很难分开。这样的根系可以直接把毛须根全部修掉，只留下比较粗壮的几条主根即可。二、根系木质化程度较高，像莲花掌属或青索龙属的多肉植物老桩，它们的根系也都几乎木质化了，比较坚硬，就算是完全脱土，它们也还是基本不会变形而团在一起。上盆的时候基本不用担心根系无法摊开。这样的根系应该是最佳的根系状态了，不用修根也可以，如果需要修根，只需修掉少量根尖即可。三、根系长歪的多肉。有不少多肉植物的根系，因为各种原因根系长得只偏在一边，这样的根系尽量把大部分修掉吧，就算修掉的部分十分发达，也不要心疼。只有修掉大部分，才能刺激靠近主干的地方，更快的萌发新根，直到根系均匀。四、多肉植物拼盘时的修根。多肉植物拼盘会需要在有限的空间里种植多棵多肉植物，这样就要求密植，所以说可以把根系修成细长的形状，然后直接在盆土需要种植的位置挖洞，然后把根插入即可。五、刚生嫩根的多肉。那种刚生出来的有限的新根就不要修了，好不容易刚长出来，呵护还来不及呢。六、有根瘤的多肉植物。有些地栽或者随便用原土栽种的多肉植物，经常会发现根系上有根瘤，或者上细下粗不均匀的畸形情况，这样的根系内很可能感染了根线虫，这时需要直接果断的把病根修掉，避免根线虫进一步的传染。七、肉质根和营养根。像芦荟科、罗墨科、菊科、龙舌兰科等这些科属的多肉植物，一般都长着粗大的营养根，基本就不用修根了，只需要检查有没有干枯或者腐烂的病根、坏根，然后清理掉就可以。最后记着一点，多肉植物修根完成后，一定要记得晾根。晾根的目的就是让伤口干燥愈合，以免上盆后与盆土接触造成烂根。晾根的环境需要通风且有散射光，晾根的时间为伤口的横截面直径是几毫米，那么就晾几天。打比方，一棵多肉植物修根后截断的最粗的横截面有4毫米，那么这棵多肉植物就需要在通风有散射光的环境中晾根4天。另外还有一点，如果你不想晾根，想要直接上盆的话，那么可以在根的伤口处涂抹一层木炭粉。木炭粉的作用是隔断创伤面与水分以及空气的暂时接触，涂抹后可以避免根部出现问题。这个是花花最近与一个肉友交流养护经验时学来的小窍门，希望能帮助到你。以上是花花总结的多肉植物修根的内容。当然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养护经验，修根的方法也是有所不同。花花总结的也不一定全面，如果有疏漏或者错误的地方，欢迎指摘交流。如果你有好的修根经验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大家。你买来多肉后修根吗？修根的肉友们请在评论区回复散养，认真修根的朋友请在评论区回复控养。顺便说一下，花花是看多肉买回来的状态来决定的，如果是带土的肉修根的比较少，如果裸根发货的，那么是需要修根的。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我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请点赞、订阅并转发给更多肉友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欢，我们下期见。